我一直在帮啊，我一直就是有鉴于民进党没有网军，所以我就一直站出来讲实话，把这个政府这个政策呢向大家做真实的宣导。你知道我因为要开庭嘛，所以我面临要不要回来的问题。你知道我接到多少人叫我不要回来，那种感觉很可怕，你知道，那种感觉真的好像回到了什么40年前那种黑名单呐、或者是那种警总时代。我这边要讲哦，就是说，我们的医学专家或是我们那个指挥中心一直说没有看到什么，比如说打 AZ，他说没有看到特别明显死亡率偏高，或是说我们的死亡率没有看到特别的偏高。但是哦，我们就不要跟别的国家比，我们就跟自己比好了。有一个最准确的数字在哪里？在火葬场啊，你火化就死了嘛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边是2021年，然后这边是2020年。你看哦，6都全面的增加，而且是好几百人，这比他们所谓公布的每天确诊啊，或是说什么猝死的还要多。总的我来讲一个结论哦，我们今年比去年到现在还没过完哦，已经增加了多32%的火化人数。那就而且这是这2年就是同一个6月份在比较，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台湾人的确在今年6月过世的比较多。难道不是疫情？难道不是有一些黑数在里面吗？但是现在看起来专家就说没有啊，没有黑数啊，就是觉得说都还很正常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掩盖一个天大的谎言啊。那多出来就是气死了、啊，就是我们刚刚的推论，就大概就是这样，答案找到了嘛？气死最后相应就是自然死亡嘛，就是对，就自然气死了。那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政府就是从头到尾都在说谎嘛。你知道，当一个政府不受信任是很可怕的。你知道，我因为要开庭嘛，所以我面临要不要回来的问题。你知道我接到多少人叫我不要回来，那种感觉很可怕。你知道，那种感觉真的好像回到了什么40年前那种黑名单呐、或者是那种警总时代。哦，对，陈文成时代那种什么，我回到这个台湾以后，晚上就会出现在我的母校台湾大学的那个草地上，这种你知道那种情节，深深的还烙印在台湾人的心目中，你会觉得真的好悲哀啊！好多人真的是哭着求我，就是反正就写很那个，很真情流露，拜托我无论如何千万记得不要回去，诸如此类。但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哦。今天我们的政府干的事情哦，他除了没有动真刀真枪之外，他其实什么事情都做了。他跟当年的警总真的没有两样。你看，查禁媒体，对不对？查禁刊物，封锁你的这个社交媒体。当年什么郑南榕这些，不过就是出版自由。今天你的脸书也是出版自由啊，对不对？中天被关台，节目被关掉，这都是出版自由，都是言论自由啊。我们当年是怎么抗议？这些人当年是怎么抗议？用什么生命去换这个言论自由？就今天你看，他只是形式上的不同，他现在没有办法不去查禁这个出版刊物，因为出版刊物已经没人看了，他去查禁的是这个电子社群，那不是一模一样吗？现在他没有办法派人去暗杀谁谁谁，但是他可以用网军，用第4军去动员，想办法呢？你看大阪很多这个就很多人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就牺牲一条宝贵的性命。但彭所以这个社会基本上，我这边要纠正你哦，你说动用网军啊，或是说什么封闭媒体，错了哎！我这2天看到民进党秘书长林锡耀在讲什么，他说我们民进党现在那个民调掉了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可是真正因为我们没有网军啊。我们没有网军，所以我们需要号召说，社会上有能量的人要出来帮我们，要帮我们做这个社群的攻防啊，要帮我们做政治的论战啊，要打击这些假消息。民进党的秘书长喊出来，没有网军，然后他们深受假消息所苦，要有志之士，大家像彭皮这么有力量，是不是要出来帮他一下？我一直在帮啊，我一直就是有鉴于民进党没有网军，所以我就一直站出来讲实话，把这个政府这个政策呢向大家做真实的宣导。对啊，所以徐府你这个有利人士要记得哦，要记得民进党没有网军，没有网军，所以一定要运用你的这个传播力量，把真相告诉大家。是，对，但你就要说真话喽。我受到这个
秘书长，是林秘书长的号召，大家来揭竿，帮政府来帮忙清除假消息。我是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量了，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个，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。有一句话叫做“做贼的喊抓贼”啦，我觉得我以是不是？为你要讲人不要脸，连鬼都怕。我真的吓一跳，怎么会？哪里有？大家都在讲你养网军了，然后你出来说我没有网军，而且我被欺负，你们要来帮我。我觉得这个冷笑话不是这样子讲的吧？这讲也要看场合吧，这个非常好笑。但是哦，我们讲说，我不知道林喜耀这一番话是不是在针对这个人。大家如果现在看到这个人叫做柯文哲，就是刚刚彭碧在讲说，最近民进党请全力在打的一个人，或许林喜耀就是说，就是他有网军啊。他就是散布假消息啊，他就是在害我们啊，所以大家有志之士赶快来打他。但是呢，他打了一个点，他说：“民进党啊，你这个特权疫苗啊，因为你是寄放在我台北市府这里的名单，我这边要发给你中央去打嘛。你真的一直在搞我的话，我总统府打几针啊，打几剂，我到时候就公布。这个当然引起轩然大波，总统府也又出来辟谣说根本。”没有，就一切都是反正合乎规定。我忘记他怎么讲，因为那个就是不痛不痒的一句话，就是合乎规定啊，或是一切都经得起考验，大概类似这样子的话。我不知道彭明怎么看这件事，因为特权疫苗大家都在讲说，哪里有什么医院的名册里面有特权疫苗，哪里有。可是真正在法规里面就是说几大类里面，大家也在质疑啊，里面到底藏了多少特权的人是真正藏在里面的？其实。就疫苗这件事情来讲，台湾只要有一点点关系、有点特权的人全打了，只要有关系的人全部都打了。我在台湾的这些朋友们，我大概知道了，我私下问他们都说他们打了，各有各的管道，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。那你想想看，总统府这些上上下下，连门口的警卫、那个卫兵、那个宪兵打了没有？都打了。你去看看总统府曾经发布过的一个新闻稿，他说有关维安的国安人员。要尽快接种，以确保元首、副元首的安全。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，我就笑了。这所有周边人都要打，以维护那个没有打的、自称没有打的人的安全，这不是很好笑吗？最该打的是那个元首、副元首。至于其他人，如果元首、副元首都打了，那其他的这个免疫效果也就大概形成了。你其实可以去看，我相信总统府上上下下的人，包括他们的家属，全都打了。事实就是如此。那我也没有，家属也可以打，谴责这是特权。是。当然了，你今天你想想看，如果家属他们可以，家属不打的话，因为会接触到嘛。那这个总统，对，这个总统府这些相关的重要人士，那得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不是间接传染？当然呢，他们一定都造册的。不信去问柯 P。把它掀开来，其实我掀开来也没有怎样。我其实坦白讲，这个总统虽然很讨人厌，可是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，本来就该打。包括这些总统府上上下下的这些人，办公进进出出的人，跟他们的家属，本来就应该列为这个首批防疫的对象，不然的话，国家安全要怎么维护？对不对？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是这个。让人家什么那个刺杀总统的人跑到自己的大使馆嘛，自己的总统府也安全要维护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特权疫苗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话题，在台湾不要说是特权的政治人物啦，连那个卖牛肉面只要稍微有点特权的人都打了啦，这个就是台湾真实的社会，是嘴巴上讲，对不对？手臂很诚实嘛。一套恰样样水狼够细命嘛，我们也不能去讲别人，像我们这种没有特权的人，生怕不小心打进去的是那个有加料的，那我们只好出国嘛，对不对？多花一点钱。那我想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。刚刚彭比讲的其实很简单啦，就是只要你这个疫苗是要帮助人，帮助大家免疫的，那你多打进谁？里面都 OK 都没有问题啊，不要去把它冠什么特权。但是现在症结点就是说，你不要自己运用了一些方式，让多一点比较认识你的人去打了，然后回头你去指你看你就藏了什么特权疫苗，你就藏了什么特权疫苗，这样两套标准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觉得，你这个真的是把人家整笑而且我看了
台北市的副市长后来有出来讲这件事情，他说我们手上没有名单，然后就会有一些绿营车业，你看柯 P 又在碰轰吹牛，但是呢手上没有名单，可是他可是有这个所谓的总数量嘛，其实到时候一比就知道，总统府夯不啷当多少人，假设是500人好了，那万一你领了1000剂，领了1500剂，那大家可以就知道说啊，那你这些到底流去哪里，用去哪里，就可以以受公平嘛。都如果说你要检验的标准是同样，但我跟彭碧的立场其实也蛮接近的，只要好好打进人的体内就好了，就大家都可以能免疫，那是最好了。就是有打就有打，没打就没打，对吧？这很简单。那打了我们也能体谅，就是说，确实嘛，人有这个圣贤才智、平庸愚劣，这个人有不同的阶级嘛，这也是事实嘛。所以有些政府官员比较重要，所以他们要早点打，这我们也不反对。可是你去看看日本，日本天皇排队啊，照样排队，人家打就有打，没打就没打。现在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的元首不敢承认自己打了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，一个北朝鲜共和国金正恩，一个中华台北蔡英文，就这样啊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对啊，还要叫别人打，还叫别人不要挑，这个很奇怪。